感谢大家对上一集官渡之战战报的支持，好多留言都说很精彩。那我想趁这个机会就来跟大家聊聊官渡之战每一个势力的深度战略分析，而且我是假设每一个势力都是顶尖玩家在打，没有电脑，没有菜兵，也不只是老手而已。老手只是经验丰富，不等于战略观好。那这支影片专注于假设全部都是高手等级的玩家，你的官渡之战每一个势力该怎么打？如果还没看过官渡之战战报的话，直接看这集也没有关系，并不会影响观看体验。甚至说，先看这支分析，你再回去看那些战报，或许你就可以发现更多细节，更能看出哪个势力玩得好，哪个势力玩法有瑕疵。那我们先从小国开始，公孙度，我们做个简易的 SWOT 分析。很明显，公孙度的威胁就是袁绍，劣势是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质还是量都不足，优势是他的地利够边陲，距离够远，谁要来打他，都要花上打其他城池几倍的心力，这会是他的优势。公孙度没有任何机会可以打赢袁绍，除非袁绍被其他势力灭掉，不然单靠公孙度自己是不可能灭掉袁绍。那么最好的方法，第一个是先跟袁绍结盟。如果袁绍愿意跟你结盟，那你就可以充当他的小弟，看你是要在襄平过自己的生活，当个边缘人，还是经由袁绍的掩护，你可以去乱中原。那又因为自己的武将少，只要袁绍没有打过来，公孙度是有时间把自己的武将每个都培养起来，培养个全7、全8、全 A 战将不是太大的问题。如果运气好的话，开到强力特技，那公孙度还是有得一打的。那假设跟袁绍谈不拢，他打过来，这时候你要做的就是抠远方支援，最快的就是抠孙策，请他来掩护你。你可以就像世纪帝国一样，跑去别人家盖城镇中心，保留最后一口气。你可以恶心袁绍，让他拿不到你的武将，看你是要武将完全送给孙策，还是请孙策或是曹老板借你一块地生存下来，当他的佣兵，做他的打手也是 OK， 这样就可以生存下来，继续玩游戏。再来张鲁，威胁来自曹操、刘璋、马腾都有可能，地形是张鲁的优势，汉中易守难攻。虽然张鲁还有晏普等人算是文官还不错的人，但整体来看，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都是质与量的不足，只靠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同时抵抗这么多外国势力，所以你必须要大量外交。必要的时候，你可以拿自己的命去恶心对手。好比说，假设刘璋想来打你，我就可以恶心刘璋，嘿，你打我，偏偏不给你武将，我跑去投降马腾，曹操也开心。那这一点就可以拿来当做筹码，跟其他国谈判。你来揍我，我就恶心你，没办法，因为不管你跟谁正面冲突，你都打不赢，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那具体来说有几种做法，看是你要联合马腾一起抗曹操，或是反过来联合曹操一起揍马腾也是 OK。更迫切需要的是跟张绣结盟。张鲁跟张绣两个都是小国，他们两个如果再打起来的话，绝对输100%。所以张鲁一定要跟张绣做一个联防，他们彼此之间至少要确定不是敌人。能的话，可以再拉刘表一起入联盟。张鲁、张绣、刘表组起来就是一个有竞争力的联盟。在张绣的话，威胁肯定100%就是曹操，只要曹操想要，张绣100%会被曹操抄家。那小势力的劣势肯定就是武将数量不足嘛。再来就是地利问题，位处中心地带，虽然以地形面来讲，宛是好守，可是就是小城，就是小国，地形优势也不算什么，还是只能被围死。优势是武将的质还不错，张绣本人自己不错，还有贾诩、在野还有李严，只是看这个组合的话，会是一个不错的佣兵集团。那这边有几个具体的战略建议。第一种方案，退到上庸跟张鲁联防，你们背靠着背，互相支援，必要的时候你可以跟张鲁直接合并，变成一个国家，这样整个调度会更有效率。不过这个还是要看情况哦，有效率的是武将调度有效率，但如果是看生产力的话，分成两个势力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行动力比较多，可以生更多兵，做更多事情。张绣还有 B 方案，当曹操小弟，你当曹操的佣兵集团，你看往哪打都行，南征刘表，西进张鲁，就任你选。毕竟虽然曹操有心要灭张绣，当然是可以灭掉，问题是曹操手上还有其他更重要的问题。曹操可能不会想先灭张绣，毕竟有可能处理张绣的过程中，就像战报那样子，马腾打来了，那可能无力还击，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这就是张绣的谈判筹码。张绣不会是完全没机会，甚至那佣兵集团也可以谈年份哦，我这边跟你签2年约，2年之后我还是不是你佣兵不好说，这也是一种谈外交的方式。然后今天如果曹操大军压过来怎么办？你也可以恶心曹操，你看是要为张鲁吃大，还是直接投降刘表恶心曹操，这都是可以的选项。那再回扣，曹操如果不想要打你，你不想要跟他交战，你就是说你打我，我就是去恶心你，我就投降刘表。你要确定哦，不然你让我当佣兵，我帮你打架，你不要来打我。你看这样是不是就谈成一笔外交？这就是小国的生存之道。以上3个势力毫无疑问就是5颗星，虽然还是有办法发展，但我们都知道真的很难。1层的势力看完，先来看2层的刘备。威胁来自曹操、袁绍、孙策，优势是武将的质无与伦比，刘关张3人都很强。劣势是武将的量还是不太够，在地形跟地利都有很大的问题，小沛下邳的不好守，地利也很糟，被夹在中间。刘备要做的事情很简单，2个选项，第一个逃，一开始就往寿春逃，往汝南逃，往新野逃，就像史实的路线一样，看你能逃多远就逃多远。当然玩家也不是白痴，一定会把你拦起来，那这时候你就需要谈一些外交，但是让孙策放你过啊，让曹操放你过
过之类的，那就看你的外交手腕了。如果能配合刘表的资源，连滚带爬的躲回荆南，或许有点机会，但前提也要刘表让你过。这一路上，你孙策、曹操、刘表，甚至可能张绣，或许你都有机会要谈到外交。逃亡这个路线，你需要高度的外交掌握度。如果不逃的话呢，也是有办法，当别人小弟佣兵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当袁绍小弟，帮忙打曹操，帮忙打孙策；如果你当孙策小弟，打袁绍打曹操，当曹操小弟还是可以打曹操，没有啦。总之你就是可以当佣兵，那3选1，看你要选谁就对了。那逃跟当佣兵，它可以组合在一起。你高明一点的话，比方说我跟孙策结盟，请孙策让我有寿春，那我可以协助他防北边，孙策就可以专心打刘表，这会是一个很好的 deal。我相信孙策应该也会接受。那你在寿春站稳之后，你也可以往汝南，往汝南又可以分支成2个选项，看是要跟曹操打架抢地盘，还是也是用外交。曹操，你可以当我的老板，你让我过去，我去帮你揍张绣，怎么样？这也是一个 deal。刘关张加起来就是一个超大的佣兵集团，你手上的战力就是你谈判的筹码，这是不是很符合史实？刘备要做的事就是一直投靠，再一直反叛，一直投靠，再一直独立，在场上当一个搅屎棍，直到到了你想要的位置。难度评价部分的话，若是初阶电脑场，刘备我会给3颗星，刘关张简单，菜鸟玩袁绍跟曹操，大概很高几率也是乱玩，你只要运用得当，在地图上创造一片天，不是什么难事。但如果都是高手场的话，那就真的没什么希望了。那你就必须像我刚刚说的，需要有大量的外交，纯靠武力是绝对行不通的。你身边的3大国，他们如果认真要处理你，100%都可以把你处理掉。更何况你武将这么像，有可能他们3大国一起处理你，那你只会融化的更快。所以外交必要，你需要对局势有高度敏锐度，不然你一定活不下来。这也是我常说的，战斗战术都算简单，你都只要照抄就好。战略跟时局判断，再加上外交，这几个是最难的。你想要玩好刘备的话，以上缺一不可。你需要极高的大局观，而且人品还不能差，不然谁要跟你外交，对吧？然后再是3城势力的刘璋，刘璋的威胁是来自荆州的刘表，北边的张鲁势力太小，所以不成威胁。劣势是一开始的兵力跟资源实在太少。刘璋优势有地利，蜀地偏远，蜀地的地形也很棒，一堆易守难攻的地方，并且你的武将值还不错，像张任他绝对是你的王牌，还有严颜这些人绝对好好善用。刘璋大致可以有2个方向，第一个你可以跟刘表联盟，再联合马腾把张鲁吃掉，共抗曹操，或是跟曹操联合把张鲁跟马腾吃掉，曹操处理马腾，马腾就没有心力抢汉中，那刘璋自己就可以把张鲁吃掉。如果你再坏一点，假设曹操吃马腾太慢，说不定还可以你吃完张鲁之后转头跟马腾联手共抗曹操。刘璋不太有可能有机会跟曹操抢马腾，一定抢不赢，所以拿到汉中之后你是可以跟马腾联手抗曹操，反过来就不行，反过来你只是会被曹操揍烂而已。或是另外一个选项，善用你的地利，跟孙策分食刘表，不管你是来明的还是来暗的，孙策跟刘璋是高几率把刘表分食掉。但是这边要注意一点哦，你如果要分食刘表，一定要确保你把刘表的武将全部吃下来，因为一旦跟孙策平分刘表的话，你的武将值与量肯定不如孙策，最后分食完刘表，倒霉的还是自己，这点就需要想清楚。那考虑到这层的话，是不是跟刘表同盟共抗孙策也是其中一个选项，让刘表来当做第一层的防护网，你才得以存活。大致来看，刘璋并不会太难玩，若是打初阶电脑场，我会给1颗星，其实轻轻松松，那个地利优势太大。但是我们今天是要讲全员高手场的就不一样，全员高手场我会给到4颗星难度。为什么呢？我们来分析看看刘表，分析完就会知道为什么刘璋很难。刘表最大威胁就是孙策，劣势是武将的值不好，武将的量还算充足，特别是文官的值与量是可以算在刘表的优势里面，并且刘表还有当代王牌甘宁，能不能用好王牌甘宁是刘表的关键。刘表因为处于中间，很有可能被2方甚至3方分食，那外交会是你需要注重的地方，你不可能完全不外交，还想要活在这荆州，几乎不可能。那么有几种选项，比较简单的第一种，跟刘璋同盟，在岸上抵抗孙策，孙策没有明显失误的情况下，不要乱下水跟孙策打，一定会被打烂。最坏的情况可以推到荆南，而推到荆南有几个坏处，你阻断自己后续发展的机会，太过边陲，长期来看一定还是会死在孙策手上，因为只要孙策有心的话，柴桑攻长沙总共有3路可以攻，刘表没什么机会可以撑住。因此这边你可以再衍生一种情况，如果刘表跟刘璋同盟的话，你可以拉刘璋进江陵，刘表加刘璋联防荆州抗孙策，这是比较可行的方法。利用刘璋弩兵的优势，在岸上据守，这样刘表加刘璋差不多可以打平孙策，这是这2国长期发展比较可行的方法，也最稳健。但如果不只想要稳健，野心更大的话，刘表其实还可以直接把刘璋吃了。刘表跟刘璋抢永安，乍看之下是刘璋比较近，可实际上是刘表抢得赢。刘璋初期兵装实在太少，真的认真要抢，刘璋是抢不赢刘表的，所以刘表可以 all in 永安，直接放掉荆州，全力入蜀，把刘璋吃掉之后，刘表自己就可以拥有刘表加刘璋的武将，这个模式就会非常接近史实的刘备做的事情。那后续再看哪边有机会，看你是要东征孙策，还是要往北边的汉中发展，那再看到时候局势啦。最后一个3城的势力
马腾，马腾威胁绝对是曹操，张鲁并不会构成马腾威胁。劣势是没有文官，地形也很差，主要是易攻难守的地形。优势是马家军战斗力强，还有地利。这地利部分是指位处边缘地带，你没有后顾之忧，你想打哪里，只要你发展得出去，推得出去，后面都是你的。那么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像战报说的一样，要赶快吃掉张鲁。但是当都是高手玩家的时候，你有可能其实也没办法单吃张鲁，这时候你还是需要适时的外交。你看是要联合刘璋一起吃张鲁，还是联合曹操也是一种手法。如果曹操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当曹操的打手。反过来，你也可以联合张鲁一起抵抗曹操在西边，再配合其他势力的支援，可能是扣东方的刘备、袁绍一起夹击曹操，这也是可以动的一步棋。也可以找张绣看他有没有意愿一起共抗曹操，因为只要曹操有心的话，绝对灭得了马腾，就看曹操要不要而已。所以外交也是必要的。刘表跟马腾难度我都会给2到4颗星，遇到菜兵或电脑就是2颗星。若是全员高手场的话，4颗星。需要对局势有高度敏锐度，什么时候该攻，什么时候该退，战斗战术战略缺一不可才玩得下去。好，再来是官渡之战的3大主角，整体战力排行是第3的孙策，威胁是没有威胁，几乎没有威胁。你硬要说的话，可能是半个刘表吧。刘表方方面面都不如孙策，兵力不如，武将值不如，量也不如，还没有地利。没错，孙策还有优势地利，不管文官还武将，值与量都很够。中长期来看，那在野武将未发现武将一堆，可以说是毫无劣势的势力。战略发展有几种可能，第一种贯彻大战略，放生刘备，吃刘表。我们用大局观宏观来看，孙策吃掉刘表的速度绝对会大于袁绍吃掉曹操，或是曹操反吃袁绍的速度。所以你只要够快，你可以最快成为世界大国。扬州加荆州几乎就是1/3一个天下，你只要吃掉刘表，还有谁可以跟你抗衡 ？No one。后续就是孙策想干嘛就干嘛，想揍谁就揍谁。你看是要西征刘璋，还是要北伐都行。当然我最推还是先西征刘璋了，这样就吞噬了半个天下。那到时候可能反而是袁绍跟曹操要联盟一起打孙策，才扛得住孙策，还不一定扛得住哦，这只是可能而已。那如果你觉得刘备的武将很像，想要抢刘备，想要抢刘关张 ，OK， 那就是抢食刘备，吃完刘备之后立刻去打刘表，除非刘璋加刘表共抗孙策，并且刘璋跟刘表还要都是会玩的高手，不然不可能挡住高手玩的孙策。那我们还可以再更精阶一点，把寿春借给刘备，养着他，用刘备帮你挡着曹操跟袁绍，当做一个缓冲垫，你就可以投入更多更大量的武将跟资源，一口气把刘表灭掉。那为什么不推孙策去打曹操或是袁绍？这边就不得不称赞一下《三国志11》的地图，真的做得非常棒，把地形地利的优劣完全做出来。只要全部都是高手的玩家，你高几率就是会玩出史实地图样貌，真的佩服《三国志11》。怎么说呢？今天如果你孙策打曹操，会发生什么事情？你进中原搅局，打完之后，你觉得袁绍会放你在那边瞎搅和吗？袁绍当然要出手干预，那刘表也会在你后方插，你是不是同时要面对2、3个国家？好，今天如果你打袁绍嘞，你觉得曹操会让你跨过他，然后去打袁绍吗？你是不是还要被曹操截后路啊？那是不是就需要同盟？假设孙策跟曹操同盟的话，请问要怎么打袁绍？当全部都是高手的时候，你觉得袁绍会让你有机会进下邳吗？一定抢不赢下邳，袁绍绝对可以最快打下下邳。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就像战报那样子，曹操跟孙策即便3路攻袁绍，也打不下清徐，因为那每个地方全部都超级好守。如果你有很仔细看影片的玩家，你甚至可以发现有几路袁绍甚至只要用箭兵就守住路口了，光箭兵加逐城配合箭雾就能挡住第一波了。后续正兵再补位上来，守住真的太容易。再延伸分析，假设孙策跟曹操真的要联合灭掉袁绍，孙策要出的不是陆军，出的是水军啊。孙策要直接去抄袁绍老家，但是你抄的战果可能也有限，因为只要袁绍最终归到河北，谁都拿他没辙，你灭不掉袁绍啊。在天下大局未定之前，不可能灭掉高手操控的袁绍，绝对不可能，因为河北实在太好守了，只要他不过黄河，孙策水军也拿他没辙。要到什么程度才有机会呢？大概就需要孙策拥有半个江山，拿全国1/2领土，也就是20成以上的势力，持续强攻，或许才有点机会。我讲或许，还没有保证赢哦。也就是说，孙策不管打曹操还是打袁绍，都是非常不智的选择，在长远的战略上根本就是行不通的事情。所以孙策唯一选择就是打刘表，这边也符合事实。吴国就是应该要打荆州，因为你进中原打清徐，就是放弃自己的地利啊。这地利就是背靠着扬州，不会有其他敌人。你如果打了清徐，打了中原，只是徒增自己的敌人，你的地利优势就没了。那如果是扬州打荆州，是扩张自己的地利，你在领土扩张的同时，并且后方都持续没有增加敌人，你会越来越轻松，越打越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那再到益州，是不是就直接2分天下？那到手天下就高几率就是孙策的。听了这么多，你就会发现孙策难度是1颗星，不管是初阶电脑场还是全员高手场，都是1颗星。你在前中期几乎不会输，进可攻荆州、益州，退可守长江。武将部分，不管是当时还是后续，武将的值与量都有保证，源源不绝。这 how to lose。然后再来看曹操，曹操的威胁是孙策、袁绍、马腾。那其中袁绍是最大的，因为袁绍跟曹操有直接的利益冲突，几乎
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战。就像刚刚说的，孙策除非有什么利益勾结或是明显的仇恨值，不然打曹操揍袁绍都是不智的选择。所以孙策这个威胁虽然在，但他是在可控范围内。袁绍因为他地利太强，不打曹操，他真的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了。你说如果曹操跟袁绍结盟打孙策呢？那问题就来了，请问这两国联合起来在水上打赢孙策吗？打不赢。所以就像刚刚说的，孙策退可守扬州，退可守长江，袁绍加曹操一起打孙策也打不赢。你会发现一个很 tricky 的地方，这三大国，曹操加孙策打不赢袁绍，袁绍加曹操也打不赢孙策。但是孙策加袁绍的话，100%碾过曹操，所以曹操就皮皮唰。这个地利地形劣势实在太大，所以曹老板如果待在中原缴获，高几率引火自焚。这还没算到南方刘表可能也有动作，我这还没有算到很渺小的张绣。你看曹老板满满的威胁，那面对威胁，曹老板有一个优势，有绝对的文官和武将，质与量都有优势。综合考量下来，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很明显：打孙策讨不到便宜，水上会输；打袁绍讨不到便宜，最多只能打到河北。不管往北打还是往东打，你都是在中间当夹心饼干，永远摆脱不掉这些高风险问题。你要一举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西进，请全国之力一口气把马腾吃掉，这是最佳解。没有人救得了马腾，哪怕马腾加张鲁一起联防，曹操还是有能力单吃这两国，甚至连第三国张绣一并吃掉。曹操要站稳整个西方，帮自己打下一个地利，才能有长期的发展。所以高手场可能会这样子：孙策全力西进吃刘表，拼入蜀的速度；曹操全力西进吃马腾、张鲁，拼入蜀的速度。曹操跟孙策应该最有可能会在蜀地交锋。那当然，这个剧本有可能替换成曹操吃掉马腾，刘表吃掉刘璋，曹操跟刘表在汉中打一场汉中争夺战，是不是又跟史实很像？所以曹操几颗星呢？初阶电脑厂我会给1颗星，毕竟武将的强度就摆在那边，旁边都是不会玩的菜兵或电脑，随便你怎么玩都可以赢。但曹操上下限都很大，全员高手场的话，曹操我会给到5颗星，很容易一步错就全盘皆输。像战报里的曹操就是种田派偏新手，误入高手场，还在种田就被3个势力入侵，完全撑不住。所以曹老板很吃调度能力，跟刘备还有马腾、刘表一样，曹操要玩得起来，你需要战斗、战术、战略缺一不可，非常吃重你的调度速度。你只要一慢的话，就全部爆炸。所以曹操是上下限差距极大的一个势力，要玩得好，除了那些一层的小势力之外，曹操可以说是最难的。某些情况下，曹操可能还比那些小势力更难玩，因为曹操你需要调度指挥的能力跟速度。如果你经验不足的话，你玩小势力可能还可以一层撑住，因为一层的事情相对简单。但曹操你需要掌控全局，反而会比小势力更难玩好。甚至如果再加一些隐藏的心理层面部分，你如果小势力玩差了啊，反正我一层嘛，武将很弱，武将很少，玩差了正常。曹操的话就不一样，我这么多武将我这么多兵竟然还玩到输，那个心理压力跟其他的玩家是不一样的。所以玩曹操还需要心理素质很强，你失败的话很难找到好理由。你说啊，我在中间被人家围攻，那刘备也是啊，刘表也是啊，大家都马是被围攻，谁不是被围攻？所以玩曹操心脏要够大。在袁绍刚刚也都分析了不少，你就会发现袁绍其实没有什么真的明确的威胁。你如果想守的话，守河北过你自己好日子，其实绝对不会输。但如果你想赢的话，就另外一回事。袁绍最大的敌人，我觉得应该是时间，因为袁绍一开始有兵力优势，可是时间一拉长，当大家都开始生兵之后，那兵力优势会慢慢的减少。你想一开始是20万对10万，袁绍是曹操的2倍，可是袁绍武将比较少，你很难做到一边打仗一边生兵。长远来看，你的生兵速度会不如曹操，至少在游戏内是这样。即便你拥有很多城，你还是生不赢曹操，生不赢孙策。你说我可以退守家里我不要打仗，我就在家生兵就好。对，那你这时候生兵速度的确可以大于曹操跟孙策，但你也打不出去了，因为你会错过黄金时期。袁绍一旦被关在河北，你就是出不去了。之前讲有关战略的影片都有分享，在河北的势力，讲好听就是退可守，你攻不进来，超级易守难攻；讲难听一点就是你攻不出去，你会被关在河北。所以如何能把握在有兵力优势的时候，而且还拥有临济和北海这个中原入场券，将是玩好袁绍的关键。袁绍要做的事情是把所有能打的武将全部投入到战斗，你不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武将去在后面慢慢的给你生兵。而且袁绍还有另外一项优势是科技优势，一开始就有强化车轴，很多人小看了这个东西。一开始有强化车轴，意思就表示你可以最快有开发投石。那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你在学开发投石期间，你还要学逐城，你结合投石车、投石台、逐城，也就是用投石阵配合你的大量士兵以及高带兵量，对，还有官爵的官位的问题。袁绍可以比其他人带更多兵，相当于你开场就好比有军制改革一样，你的破城能力跟其他势力是完全不同等级的，一定要把这个优势最大化。那如何在你还有这个优势的期间吃掉最多领土，把战果最大化，就是袁绍的最大课题。因为一旦曹操跟孙策有这些科技之后，然后到了中期，他们慢慢生兵都起来了，你的优势就不在了。这个时候你只剩下武将劣势，慢慢就会变成落于下风。能在前期打速
速攻是重点之重，调兵遣将整理资源的速度要非常快，绝不能拖泥带水。听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想要打公孙度，这是大忌，把武将跟士兵调到北边处理公孙度，你就会浪费最黄金扩张的时段。因为公孙度在后方，不管什么时期，你想处理他随时都可以，你根本就不用理他，他甚至都不算是你后方的威胁，因为北平太好守，脑袋正常的公孙度也不会打过来。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是放置 play， 你越处理他，在战略上，在大局上就是越失败的选择。这是很多新手会犯的错误，太在意后方的东西，想要把它处理掉，而错过了获得巨大战果的可能性。这个巨大战果就是袁绍用我刚讲那一套打，基本上小沛、下邳、濮阳都是袁绍的。曹操才刚开局，绝对压不住袁绍。为什么敢这么下定论？他说：“曹操武将强啊，可以用武将的素质弥补兵力的不足。”对，但这顶多打平。可是袁绍人家没有后顾之忧啊，你打平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曹操花全国的武将兵力，只能打平袁绍，那你就会被抄家啊，你后方就会起火。马腾跟刘表也不是塑胶啊，所以曹操不可能在1对1情况下打赢袁绍，没有机会。你看战报，曹操加孙策都只能勉强扛住袁绍，那第2集可能就会看到后续发生什么事情，两国硬扛袁绍的结果，他们也付出不小的代价。这边也可以回答这几天大家在留言区问的问题：如果利用曹孙联军的射程离点刘烨布置，是否更有可行性？这边应该讲进攻嘛，当然是，但我觉得难度还是偏高，因为袁绍那边也可以学射程，相同样的地形，袁绍优势就是很大。真的要攻袁绍的话，其实就像我前面讲的，应该是孙策要绕去黄河。虽然就战略观来讲这是很差的操作，但我们就假设孙策有跟袁绍不共戴天之仇，一定要灭掉袁绍。孙策一旦进黄河，就可以切断清徐，袁绍就必须要撤退或是放弃。只要这样一切，袁绍没有放弃，那袁绍就是不会玩，因为你就算在那死磕，一定也是输。没有河北的输血，黄河没有控制权，清徐就会死掉。同时部分的问题是，战报的那一场，曹操因为第1代学歪了，科技几乎是等于没有。孙策是选择学强弩，强弩不会是学歪，但在投石面前，或是玩得好投石阵的玩家面前，依然会显得非常无力，尤其是进攻面。你强弩应该是防守用的，你假设真的想要攻袁绍，应该是先学开发投石。而且孙策学开发投石的一个最重要的地方是，你可以水上破城，那北海、江夏或者什么襄阳，随你拔，你想打哪就打哪。所以孙策我真的要建议的话，应该也是先学开发投石会比较好。孙策跟袁绍这2国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理由，应该先学开发投石。没学开发投石都是学歪。曹操花刀真的不一定要学开发投石，学强弩、学城塞、学开发投石，这几个都是可以的选项。感觉第1代曹老板奠定了后来的举步维艰，没错，因为科技乱学，每一个都学一点点，那就叫什么都不会。如果我是孙策，会怂恿刘备先跟曹操同盟打袁绍，然后打表哥巩固自己的地位，这在大局观来讲完全正确。自己硬吃刘备不一定是好选项，你可以分析一下刘备好不好吃。如果刘备是很会玩的玩家，你硬去吃，你可能还吃力不讨好，吃不到。那就像战报里面的，你最后落了2头空，拉拢刘备，把他当打手或当你的什么防火墙，自己专心去吃刘表，反而可以快速膨胀自己的势力。这感觉像脑子正常的袁绍已浮现，有脑子有人才袁绍跟曹操大战就是这么精彩。其实游戏里的袁绍武将还比较弱嘞，现在游戏里玩的是大家已经后设袁绍会输，所以武将不如曹操，能力值才会给那么差。毕竟独尊曹孙是因为他们最后打赢了嘛，所以你才会觉得那边的武将比较强。可是实际上能不能打赢，有时候很看机运，有时候很看老板的决策，跟底下的武将强不强根本就没有关系。游戏里的武将能力值只是一个结果论而已。也有人提到，三国游戏从来都没有真正反映出河北袁绍家底。没错，就是这样。一个大战输的国家，它还可以再多撑8年，期间还经历了分裂。曹操一开始就不该急着在中原开战，完全正确。应该说，除了袁绍，没有人有急着在中原开战的理由。在没有地利的情况下，谁在中原谁倒霉。你在这边打越久，死得越难看。曹操是，孙策是，大家都是，只有袁绍的位置才适合入主中原。讲到这边，相信大家再回头看那场战报，或是后续的战报集数，就会别有一番风味了。